记者小婉本婉对赵露思有什么看法？众所周知，记者小婉本婉女士与许多艺术家有过接触，她的微博网站发表了许多文章和与著名艺术家的亲密照片。那么当记者小婉本婉遇到赵露思时，她是什么感觉呢？9月13日，记者小婉本婉在微博发文，这视频有2年了吧，那一天我依然记得很清楚。本来是作为官方邀请去直播后台的，但是到了现场被安排到了停车场随机抓人，任务是给每个艺人送聊2句，也有回应的艺人，但是大部分都迅速闪过，甚至挡住镜头不让拍苦涩。到了露丝的时候，保安也有拦住，他认出了我，立刻跑过来拥抱和安慰我，还主动拿走了我手里的。当时真的一整个大感动，因为那个环境挺差的，而且站了很久还一直在说话，真的巨累。Tilda 那天发这条视频时真的感动到哭，后来号被收了，视频也没了，贵了。最近很多人艾特问我这个视频，我也非常爱我这条，所以再发一次。算一算也认识3年了，我们也算见过彼此的低谷吧。看着她越来越好，真的非常开心。猪头这个女孩子一直都没变，我也不会变。经常被问什么时候踩她，我也很期待下次见面。虽然没有见面，但是能看到彼此都在朝更好的方向发展，各自努力中，也很棒哦。希望我也能更厉害一点，哈哈哈。记者小婉本婉也评论了赵露思，她一直都没变过。我的号没了后，她还问我要不要踩她。个人微博上的帖子获得了很多粉丝的喜爱，粉丝评论，现在都还记得那个视频，真的是看着。和露丝这几年一路变得越来越好，她真的有越来越厉害。我希望我也能厉害一点，保护她。我昨天还在抖刷到这个视频，露丝真的好暖心。小婉和露露一起加油，和露丝一起长大，一起变得更好。苦涩也谢谢小婉友谊长存，你们都好好啊！我也好爱这个视频，印象深刻。小婉和露丝都要往前冲。你见过赵露思吗？你对赵露思有什么记忆，或者对她有什么了解吗？请告诉我们，我们会将赵露思粉丝的爱传播给大家。赵露思很厉害吧？杨洋、吴磊，网上投票选出2022古偶男主 Top 9。2022年的黄金盛夏，各大平台纷纷上演古装大片，星光璀璨，明月出海，沉香如碎，苍兰诀争霸战场。其中，吴磊和王鹤棣的粉丝数不胜数。王鹤棣去年在《玉龙》中，他被骂成古装丑男；这1年，他在《苍兰诀》中变身古装帅哥。更何况诚意的古装扮相，一如既往的仙气十足。微博上，今年古偶男主的投票活动也已经启动。下面的网络投票将投票选出2022年古装男主 Top 9，杨洋才第6，诚意前3，王鹤棣从古装丑男变成古装帅哥。9. 郑业成在《欢乐大清》中饰演陈岩。最美好的祝愿，郑业成饰演的陈岩太刁钻了，他是锦衣卫千户之主，他被他的武术技巧吓倒了。他的性格冷酷而阴沉，面对柳灵君霸道的挑衅，他表面上保持着冷静。我不是你能得罪的人，清脆肉感，眼神会撩人，好帅。况且郑业成拍吻戏也很拿手，屋顶上的吻，水下的吻，每一个吻都很深，节目的粉丝都脸红了。以往很少有人注意到郑业成的服饰之美，他的五官立体而死板，特别适合这种有权有势的官员或将军的角色，特别有说服力，还有一种魁梧霸道的气息。郑业成居然是京剧武丹。8. 徐凯在《最后的世界》中饰演朱瞻基。徐凯的古装造型谁不爱呢？今年在上史中，他尝试了明朝宫廷风格的古装风格。明朝的衣服其实也不好驾驭，他们不可能像童话里那样曼妙仙气，但徐凯还是把它控制得完美无缺。即使你戴上头盔，你的脸型也不会减少。在上世里，你瘦了很多，比《永恒绝尘》里的圆脸好多了。上书中朱瞻基的角色与《延禧攻略》中的富察傅恒满不同。从前卫的皇军到傲娇的孙子，朱瞻基高贵典雅，温文尔雅，散发着王者的气息。性格嚣张、害羞、细腻、体贴，同样迷人。7. 李易峰在《镜中双城》中饰演苏蜜。李易峰在《镜中双城》中饰演的苏 G 也上榜。
这是他继青云志之后难得的古装复出角色。粉丝们很期待，李易峰是古装帅哥的代表，因此这个角色在网络上的讨论度和提及度都很高，但也有不少负面评论。李易峰被人嫌弃变胖了，失去了之前的仙气，美人也没有以前那么强了。苏志这个角色和李易峰之前在《古剑奇谭》和《青云志》中的角色类似，没什么新意，演技也被诟病不自然，眼神空洞。总之，虽然网络上的声音很大，但是给李易峰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，毁了他之前的名声。很多人认为他不应该拍这部戏。6. 杨洋在《试探世界》中饰演黑凤溪、风兰溪，没想到杨洋是第6个。虽然探索世界上映后争议不断，但网友们对杨洋古装打扮的美感还是很满意的。杨洋出道以来，古装题材不多，很多人都在追剧看他的盛世美颜。事实上， Let's Try the World 的造型设计一直饱受诟病。开播前，网友纷纷批评杨洋的发型太紧，拉低了颜值，还有厚重的骑士风画面，还也是被鄙视和丑陋的。不得不说，让我们试试世界的服装和发型真的是不够用，多亏了杨洋帅气的脸蛋。5. 陈晓在《梦花录》中饰演顾千帆，没想到陈晓的票数比杨洋还多。梦花录顾千帆的坑，谁能不入？陈晓太轻信了。顾千帆人称地狱之王，是皇城司副使，他非常擅长武术，非常聪明。他虽然长着一张漂亮的脸蛋，但由于他的冷酷无情、手段残暴、行动果断，成为了令人畏惧的活生生的地狱之王。陈晓的眼神真的是太迷人了。陈晓早年被公认为古装帅哥，从《陆贞传奇》《射雕英雄传》到《东京无蜀》，每一个古装角色都很经典，但近几年古装剧越来越少了。2022终于带着古装剧回归了，不得不佩服他驾驭古装的能力。他的剑眉杏眼在娱乐圈中非常少见，也是古装帅哥的典型标志。他生来就有一张穿着戏服的脸。4. 任嘉伦弹奏出使你如故归来的长意。任嘉伦在《知君归来》中的表现，投票率非常高，进入榜单第4位。虽然这部剧的造型设计从一开始就饱受诟病，但任嘉伦的古装美感依然完美驾驭。他早前凭借《大唐荣耀》进入观众视线，以古装的惊艳之美吸引了大家的目光。后来又是一部古装剧，让他的人气再度攀升。夸任嘉伦178的身高在男明星中不算高，他虽然时尚帅气，但并不高大挺拔。当他穿着古装时，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魅力，整个人瞬间跳了出来。帅气的男明星不断被粉丝问到扮永久装，这一次初使你4就有归来，粉丝们并没有失望。重点是人物超级可爱。3. 程毅在《沉香如屑》中饰演应援唐周，热播的《沉香如碎屑》当然很受欢迎。程毅的古装一如既往的神仙，被网友票选为第3。程毅成为继琉璃之后的新一代古装帅哥。虽然《沉香如屑》的画风和琉璃有些相似，但不得不说，程毅太适合这种仙气十足的古装了。而他在《沉香如碎片》中的服装造型更是五花八门，长发散落、高马尾、白发都非常的出圈。其实在琉璃之前，大家都无法展现程毅的模样。他很瘦，脸颊也很薄。他穿上它，看起来并没有惊人的英俊，但穿上古装，瞬间仙气十足。人们。2. 王鹤棣在《苍兰诀》中饰演东方擎苍，绝地反击是王鹤棣。事实上，上古傀儡男主今年会出现的讨论话题就是他提出来的。还记得王鹤棣去年在玉龙被骂的有多惨吗？高冷面瘫的演技让大家一脸懵逼。其实他在玉龙中的古装不丑，只是演技真的很差。面瘫降低了容貌，所有人看着那张脸都觉得难以忍受。众所周知，去年丑陋的老傀儡，今年变成了帅气的老傀儡。王鹤棣在《苍兰诀》中的古装美女被吹捧到了天上，浓眉大眼、精致小巧的脸蛋，《苍兰诀》的服装设计就显出优势。主要原因是他的演技有了很大的提升，冰冷的眼神不再像面瘫，一举一动都充满了霸气和妩媚。
网友吐槽王鹤棣好像拿了演员本，怎么这么不一样？吴磊在《星光灿烂，明月出海》中饰演凌不多，在微博广场被网友狂喜的冠军是吴磊。小编记得《璀璨星辰》刚播出的时候，很多人吐槽吴磊的打扮丑，不像《长歌行》里那么帅。主要原因是吴磊为了贴合凌不多的角色形象，刻意减肥。他已经3个月没吃碳水化合物了，脸也瘦了。古色古香的美。不过吴磊凭借自己的演技，将角色的魅力演绎得淋漓尽致，让所有人都掉入了凌武道的深渊。那双眼睛太清新了，深情而温柔，禁欲与贪婪，隐忍与克制，带着孤狼般的向往。每次看到吴磊和赵露思对视一眼，都感觉他要把露思生吞活剥了，你怎么能不被愚弄？